师姐，我遇到事儿了。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该找谁，我就想到你了。你能帮我吗？你说，简单的说就是，我丈夫带着一个我认识的女人，一起偷偷的跑了。他们俩一起跑到美国去了。你不是跟我们说你离婚了吗？对，我是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。可刚才我刚知道，他在外面借了债。啊？债主已经打电话来催了。债主是谁啊？是一个快捷贷，是私人贷。他们跟我说，他之前在那儿借了几十万，然后一直还着利息。后来他跑了，就再也没还了。没过些日子就已经滚到80万了。高法对婚姻法第24条有个解释，你知道吗？债权人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，主张权利的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。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，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。也就是说，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，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，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，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。你们之间肯定没有这样的约定，就算有，对方也肯定说不知道有这个约定，对吧？我当时哪知道，我嫁个人还要当贼房呀我。那你现在有钱还吗？私人贷可是一天一个样。没有，钱都已经被他转移走了。那你现在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呀？师姐，我现在眼下最着急的就是我要去解决这些债务的事儿，但是王大福的那个案子，我不想丢，可是我确实是顾不上，因为韩主任他说他只给我5天时间。师姐，你能帮我跑一下吗？刚到这个律所来，我跟谁也都不熟，就你还对这案子有了解。如果你愿意帮我跑，我就去跟韩主任说，我说这个案子是咱们俩一起做的。你自己的事儿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惦记王大福的案子呢？5天如果找不到王大福说的那个唢呐和翻斗车，那我也就死心了。师姐，行吗？行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你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，对吧？对。请律师了吗？没有。不管以后你请谁做代理，带我一个，行吗？但师姐，我必须要实话实讲。我身上没钱了。我需要的是案子。行，成交。王大福说的那2件事，到时候我去跑。我觉得你还是得把心思都放在你自己的事儿上，毕竟现在的司法解释对你很不利。我觉得你还是得做好思想准备。我们说就这一条命吧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谢谢你啊，师姐。但韩主任那边你怎么请假呀？这你就别管了，这就是我的事儿了。那我走了。你不回去啊？你先进去吧，我想喘口气儿。你别着急啊。不许哭，不许哭，不能哭。明明是不是在外面借私人贷了？你又来干什么？你不是不认我们了吗？明明是不是在外面借私人贷了？他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要害我？他的事你问他去，我们不知道。我问你，他在外面借了多少？不知道。爸，你告诉我借了多少？别问他，他也不知道。那你们把他的那个电话给我，我联系他。
没他的联系方式。他是你亲儿子，你能没有？如果你们不说，我只能把你们的联系方式给讨债的了。反正刘明在外面借的钱，我是没有见过，他一分没往家里拿，我还不着。哦，刘明就算是借钱，还不是为了你？为了我？为了我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借的钱呀？刘明开公司是为了你吧？刘明不赌不嫖，借钱不就是为了公司，为了你们这个家吗？你们说话讲点良心好不好？他不赌不嫖，他什么时候在外面找的女的呀？啊，那挣的钱什么时候往家里拿过？家里的开支不都是花的我的工资吗？这话你别跟我们说，跟讨债的说去啊！现在讨债的已经给我打电话，已经催债了。你要是不告诉我，他们只能闹到这儿来。最后麻烦的还是你们，你们要为自己考虑，也应该告诉我他在外面借了多少，管谁借的，我心里有个数，我知道怎么挽回损失。